哦，後邊的班位射手位用了一個戈亞，他的魯班大師也得搬 ，WC 是想要熬影了，看一下狼队放不放。給了，搬了魯班大師。嗯，那這個熬影是可以直接拿的。潛龍騰淵，凌霄上，向世間，破盡塵埃，一劍。看到底下有朋友今天舉着青青生日快樂的這樣一個祝福手幅啊，青青應該是在前天剛過了自己的生日，這場比賽也是青青在过完自己的周岁生日之後的首場比賽。雖然有些遲，但也可以作為一個生日禮物。沒錯，會很有紀念意義的。看一下，公孫離拿出來了，蘇烈加公孫離。狼隊的陣容整體今天在前中期做的都還挺強的。嗯，因為 WC 是一個很講究前期對抗的隊伍嘛，那狼隊這邊的話呢，他們其實在打架頻率上面目前排在聯盟的第2 ，WC 排在第1，然後狼隊排第2，打架頻率。WST 這邊又是邵思源加小喬，也是接 combo 的，但是對面有海月。嗯，狼隊可以拿海月。來吧，又是海月打邵思源。比較經典的一種對位了。今天已經看到過一把海月，就是微博那把聽月的海月打了对面邵思源加小喬這個組合。對的，那把也是因為海月足夠主動，讓這個邵思源根本沒有什麼時間跟小喬去接 combo， 有畫面去消耗對面。他的方式就是利用自己大招 CD 更短這件事情去和邵思源的進化打對換，然後在關鍵團的時候使得邵思源没有進化。嗯，包括這個陣容，就海月比較怕是對面雙前排。但你選了邵思源，多半這個陣容是一個單前排。狼隊再搬一些海月比較難處理的前排，袁坦還搬了手蒙恬。白起的話，感覺也可以考慮搬了，要不然就是他們自己拿。因為青青有這手英雄池嘛 ，WST 這邊是搬了狂鐵趙雲，這是熬影比較煩的英雄了。還有一個白起，看狼隊搬不搬，不搬的話有可能會搶。這樣就形成一個雙開團，然後婉婉這個位置就可以拿的比較靈活。搬的是宮本，想拿大司命嗎？還是楊戬？有這個意思了。大司命、楊戬打野都還行。然後 WST 要不要繼續搬對抗路？搬了夏洛特，沒有搬白起。這樣 WST 是有機會拿到白起，白起跟邵思源這個組合，如果白起後邊嘲諷時間上來了之後，開海月、開公孫離都還挺好用的，他會更加的主動，而且還有邵思源。對，主要後邊還有個小喬跟，就導致了如果白起開到大閃潮到那個人，海月也好，公孫離也好，很有可能被接 combo 直接就死了，開不出技能。沒錯，看狼隊怎麼想了。主要是在他的這個上野上面要選擇什麼樣的組合搭配。自己拿了大司命，這也是搬宮本的意義。又多了一個前排，這樣青青的選擇就比較多了。那可以再觀望一手，對吧？甚至關羽都還在。關羽、達摩都是可以配合打進場的。然後 WST 這邊就看剛剛說到這個白起要不要用，因為安蘭他白起相對來說用的比較少，之前只用過1次。曹操，那就是打野位出一個前排了。嗯，要不然就選一個无前排橘右京，但這種陣容容錯率比較低。哦，阿古朵，阿古朵打海月，打大司命也挺好，都還不錯。这个組合挺好，但前提是阿古朵的野區不能受到騷擾，他得正常發育4分鐘。那狼隊可以考慮在對抗路做一個有線優的英雄，這樣的話他在中野輔的強度，包括在線權上面的話都能夠拿到優勢。司空刃用過了，這把狂鐵也沒了。輕輕的站邊引關羽打曹操有一定的線權，正面的支援速率會更高一些，然後同時在這種複雜地形的時候，關羽加上蘇烈，他的一個開團的夾位是比較好找的，而且他們可以分開自己的技能，一個用來守海月的那個大招的落點。
这把狼队的正面团战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这把他们是要把大司命的优先级提得更高一些。这把大司命如果说有个很顺畅的发育，然后配上海月直接去挤进阿古朵的野区的话，那这个節奏就可以打開。对，所以这把阿古朵的發育成為了 WST 這局的重中之重啊。南方的邵思源選擇帶閃現，他如果不帶進化的話，那感覺子歡的海月可以多找他的機會了，因為拉阿古朵已經不現實了，不好拉了。只要阿古朵有大招，海月就危險。那小喬手太長了夠不着，只能找邵思源的機會了。而且這把 WST 的先手大概率是要靠邵思源先上去踩那一腳的。其實 WST 這個陣容打法，他不太敢去踩那腳。對面的蘇烈也好，有機會把他頂回來，包括海月也有可能把他帶走。最好的方式就是消耗，就不開這個團，先打消耗，消耗到大司命或蘇烈的時候，對面想跑的時候，這個時候邵思源再上去留人是比較 OK 的。即便說那個時候他再被海月帶走，但是正面他的血量已經壓下去了。就是圍繞着阿古朵，然後小喬這樣的一些手長的英雄，對，多打消耗，因為狼隊這個陣容就是雙前排，當他血量比較充足、有被動的時候，你跟他硬拼是拼不過的。那這一局，你覺得狼隊他會有那種一級線的動作嗎？因為他這把其實，一級的線上強度都是有所保證的。想反山豪是可以做到的，因為海月清線配合大司命巨快，清完之後直接反山豪。甚至蘇烈如果有想法的話，可以直接進去找阿古朵。阿古朵大部分都是紅開的嘛，他只要騷擾讓阿古朵放生不了的話，如果下路也有機會拿到線權，那他們就能進紅。感覺狼隊的一級強度是有可能會去嘗試做一些事情的。然後 WCG 這把的話呢，它是相對來說比他們之前拿的陣容要更吃發育一些啊。這把他們的核心點也很多，這是一個4核的陣容。這把的陣容是需要一個安穩的過渡期的。就看一下前中期的對抗上面 ，WCT 能不能夠去很好的做一些資源的置換，然後去應對到狼隊前期可能會產生的進攻。進入到雙方的第3小局，藍色方 WST， 紅色方重慶狼隊。我是解說雪，我是解說瀟灑。全軍出擊！這把邵思源只能站中右了，幫阿古朵守一下。看晚晚這個站位應該就是刷對面的山豪，刷完就走了。因為開局沒必要冒風險去反對面 buff。但是下路就有點難說，看到蒙元的閃現都已經交了，應該是第一波對拼的時候。公司離開狂暴了。而且蘇烈這把也是沒有去中路的嘛，他是直接下路捆綁打了一個對線，所以估計是那個時候打了一個技能的交互。這個以外看關羽，哎，走位躲掉，控制一刀沒劈死，被小喬拿了。看到晚晚大司命的第一射是吧？他是個肉刀的。請求集合，收到。我們的種子。上路位置，邵思源踩了一腳壓一下關羽的身位，好像是被青青拉扯開了呀。那這樣小喬就要死了。回頭劈刀找到小喬，因為藍風跟陳歡這對中輔是交了閃現去留青青的關羽沒留住啊，好像被關羽拉到了2塔那個位置，隊友過來接一下。直接就完成了反殺。他們還是打的相對比較偏主動的，比較激進的。他們想抓關羽，沒有4級的時間，然後又覺得大司命可能刷也沒那麼快吧。但是他們閃現動手的時候，我們並沒有看到。看到畫面回來的時候，青青是已經退到了一個2塔的位置，很保守的一個位置。就不知道他們應該是小喬閃現先動的手吧，因為邵思源接回來的時候，邵思源是飛過去了。我們來回看一下。阿古朵這個位置沒撞到，然後很強行的想把這個，其實這波交的技能是有一些多了，對，交的太多了。然後小喬那個閃現2技都沒吹到，就沒有後續了。下路的位置又打起來了，阿古朵這波也是支援了過來，那蘇烈的話直接往後走了。有 WST 他們的這種前期的對抗慾望還是相當強烈的，但成功率得提高一點。沒錯。多少？
目前来看，经濟差主要还是在打野位，把把晚晚的对位都能领先啊。刚才也是拿了个1血，这是挺难受的。你说阿古朵本来对到大司命其實是有天然的優勢的，但因為剛才的一波冒進，讓大司命拿到了1血，然後這個對位經濟如果打不贏架的話，又沒有辦法拉開。對於阿古朵來講，就很難壓制到大司命。這個位置蘇烈沒走的，看敖影想壓，公孫離在晃在騙。但這兩個人應該是殺不掉的，能逼個技能。但信也沒有強行直接開，他在等人，他在等大司命，而且關羽上路截線，狼隊在同時做很多事情，他們在為龍團做布置啊。是的，他們在提前20秒的時間做這個布置。這關羽的位置也太深了，開大要跑路了。曹操這邊也是開大，想要配合小喬直接做留人，感覺走不掉了。安蘭拿到了擊殺，然後進到了對面的一個紅區，狼隊想要去打一些狀態回來，但是敖影這波上來步的比較滿，直接把蘇烈的狀態壓低了，交了個成績把紅 buff 給反了。這是利用關羽那邊。沒辦法了，已經沒有辦法救了。你那邊派了2個人去抓關羽，這邊就直接進紅了，然後再開龍。4分鐘，臨近4分鐘啊！剛才還不到4分鐘，去高地截線，確實是沒有隊友的掩護很難出來。WST 換節奏推塔，沒推掉，直接走了。那這樣兩邊第一時間應該都打不太緊。狼隊現在如果要打架的話，得看子桓的海月是個什麼樣的動作。看他有沒有機會去拉邵思源，或者是等信的蘇烈繞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是給了一個往下的視野，勸退了一下海月的位置。兩邊現在第一時間都不太能夠打得起來的。WST 本來是想搶中轉下推塔的，但發現下路的兵線已經被海月提前給清了，就沒招了。海月一技能清線確實太快了，一個敖影防不住。哎，蘇烈被邵思源給看到了。那這樣中路的位置，狼隊搶過來，想要進對面的一個紅區啊，中線已經過完了。對，想給紅區壓力。ST 兩人在清中，曹操得傳下來。這邊的話，大司命要先反了，要秒了這個 buff。是的，這個位置直接秒掉。阿古朵沒紅 buff也消耗不動前排啊。而且能滑到減速，一技能撤離，這波其實就是一個運營。但是 WST 他們是優先拔掉了上路的一個外塔。對，輕輕的關羽是沒有管那波線，直接過來跟正面了。看海月這個位置能帶進去一個曹操。在裡面先打起來，然後外面的話，大司命一技能過來把位置給砍開，蘇烈也要準備過來接人了。裡面曹操被打到了一個半血，關羽再守一個陣地，大招再一推，哇，全部都是控制曹操，直接倒在裡面。然後這邊又找到了小喬的一個位置，小喬閃現躲了一下對面的一個致命的傷害，但這樣的話，中一塔還是守不了了，被順勢給推了。這個中一，這個中一就是剛才海月拉人的時候，然後中路對接了一波兵，第一時間狼隊的在中路人比較多，就把這波線清過去了，然後再趕過來把這個曹操給擊殺，回到中路。剛好推這個塔。我們也說，在兩邊維持住僵局的時候，要打起來就是要看子桓的這種海月，他剛剛這個開頭也是非常果斷的。蹲到了一個曹操，曹操沒捨得交閃現，直接拉開。然後進去就把大招給交了，出來就沒有解控技能。有情樹聽見了你的聲音。想走。中一塔沒了，那 WST 這個紅 buff 就更難受了，因為關羽有位置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進到你的紅區。龍吞李燁上去點兩下，但是敖影這波傷害鋪的也還不錯，互相換了波血量，還是要看這個紅。但公孫離現在還得補一下狀態啊，大司命又被阿古朵給頂住了，大司命借着這個牆和阿古朵做了一波拉扯。阿古朵沒大招了。對於海月來講是可以帶的。敖影盯住了蘇烈的位置，但蘇烈開了一個行照，想要回頭反頂，沒有能夠頂到自己的被動，反而瞬間被打了出來。隊友過來幫忙做一波彩燈，然後關羽這邊大招又是拆了一下。這邊的話，海月的大招鏈子也被拉斷了。關羽這時候進去，但吃到雙損手，劈3個，回頭一刀殺掉了小喬關鍵的一個群控。敖影這邊大招也被打了出來，哇，這是狼隊硬接的一波團戰。對，打了一波1換2。
當時子桓的海月確實是想用大招去帶這個沒有大招的阿古朵，但阿古朵交了2技能位移拉開了，隨後就是輕輕的關羽硬往前擠，一刀劈小喬的同時，還把後邊2個人也打殘了。對的。其實這波我說實話 ，WST 的防守和前置已經做得非常好了，就趕走大司命，把大司命的狀態壓低。看這波，但他們也因此交掉了一些核心技能，所以關羽跟蘇烈進來的時候，他們也是邊消耗邊往後退，但就是攔不住。他們這個陣容相當於沒前排啊。對的。這個節點的阿古朵沒有大招，他也沒有辦法扛傷。然後打到這裡，其實海月大招鏈子被拉斷的時候，感覺可能2邊戰場截止了，但是清新他。這進場是真的無人能擋，然後蘇烈一個大閃跟進，对的，後排太多了，沒有人能上去跟這個大司命換血或頂得住大司命的壓力。這波關羽的位置還不錯，海奔狼繼續追，海奔狼要追，要打一個夾位。下路的話，海月這邊已經 solo 打起來了，大招帶了一個人進去，那不管了，兩邊就圍繞這個海月的大招開始打了。輕輕的關羽無敵繞後衛啊！拍馬趕到，看一下他這一波的一個進場，阿古朵大招已經交了，大招直接推到了阿古朵這手，本體回頭再頂2個，並且再動2個回頭，再踩一刀，找到了曹操這個位置，曹操交了一個閃現回頭，但是還是吃到了關羽，再來一刀，一波狼隊的完美團戰0換5，到再拿到手2连击破。什麼叫做轻歌快馬？这就是轻轻的關羽，這一路暢通無阻。而且這邊的話，狼隊反應非常快。信每次看到今天有個很好的夾位的時候，他剛剛是秒切奔狼這邊給壓力。就你要形成夾擊，必須是前後都給到壓力，才能夠完成這種畫面的。就是海月那邊已經盯到曹操之後，狼隊就已經開始往下擠了。就這個過程當中，青青已經繞到了真的是無敵的位置。這位置你後排全暴露在他的面前，阿古朵的本體、小喬以及敖影，敖影只能開大跑了，但其他人無處逃跑，就無所遁形了。下路這種地形當中，敖影是沒有選擇撤退，是選擇進去想找公孙離跟公孙離爆掉，但也沒有換。現在其實從 WST 的角度來說，他們確實很難應對到這個關羽的進場，還開了一個奔狼想衝一波，沒有能夠成功衝到。蘇烈這次換信繞後了，信來了找位置了，被曹操給盯住了。但看一下大招直接拍到這邊2、3個關羽過來，再來一刀敖影大招上天，可以往後走。但這邊說阿古朵怎麼辦？被卡在了牆邊上，這邊大叔給甩死了。正面海月大招再拉走了一手曹操，小喬的話已經被關羽刀給劈死了。然後這邊的話直接找了一個沒有大招的敖影2技能，這邊直接過去配合上清那個1技能2連擊破到手，然後出來曹操也要被對面守一個陣型，婉婉橫掃千軍到手之後，狼隊打了一波0換4，現在這邊只要狼隊一衝 ，WST 就很難防守。感覺這局比賽要被狼隊給終結了。中路是有限的，只有一個少司源，完全沒有辦法管這波兵線。狼隊所有人擠進了對面水晶的位置，選擇點塔，讓我們恭喜重慶狼隊3比0戰勝 WST， 拿到了第2個大場積分。而且在時隔了將近1周之後，再度看到狼隊的時候，感覺狼隊這個隊伍又沉澱了許多啊。這3把對於 WST 來講都是噩夢級別的，在他們的對局內你會感覺難以還手，而狼隊打出來這個畫面太過流暢，團戰的畫面太過美了。那現在狼隊他一定是一個綜合能力很強的隊伍，所以說他們現在在摳細節，就這種細節就使得大家看到今天他們的一些英雄的 combo 鏈的銜接、小技能的利用率上面，感覺是得到了明顯的提升的，包括一些团战的提前量。而且狼队他還有2場比賽，下一場比賽他們將打到的是成都 A 級超玩會紅狼大戰，沒錯。而他們接下來2場比賽，如果說能夠保持住這樣的狀態的話，他們在3組依舊保有着非常強大的對於 S 組衝擊的實力。沒錯。而對於 WST 來講，他們這場比賽過後已經完成了4場比賽，最後一場比賽將要面對的是 KSG， 也是一個強敵。其實我覺得 WCT 他們今天這種和狼隊一直想要正面打對抗的這種狀態，我覺得是值得肯定的，是值得肯定的。但就是正面打不出優勢。對的，就我覺得他們要發揮自己的長處的前提就是接下來讓自己的開團的命中率也能得到提升。他們這把動作其實比狼隊快了呀，但就是第一波成功率不夠高的同時，自己又深陷了重圍出不來，被對面大司命拿到了一血，然後就被滾雪球了。所以就希望這場比賽的失利不要影響到 WST 後續的一種衝勁和狀態吧。我覺得他們能夠一直的去迎面和在 S 組的這些隊伍在這個第3組，也就是在春季賽有4支 S 組隊伍的這種強度當中去打對抗，我覺得是要保留這樣的一種想法的。
对，強敵環伺啊，對於沒錯 WSP 來講，每一場比賽都是比較珍貴的。這場比賽打完之後，可以多去學習一下狼隊的一些布置，包括他們之間的一些控制的銜接，以及對局的思路，如何去趨利避害。那麼現場已經準備就緒，讓我把時間交給主持人。好，這裡是賽後採訪，我是月月，在這裡讓我們邀請到青青回到舞台中間，來和大家打個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重慶狼隊青青。確實啊，距離上一個大場已經過了1個星期的時間了。那其實，在這段時間裡邊，大家在訓練的時候都着重加強了哪些方面？我們在優化我們的節奏，然後團戰吧。就是局內的細節做出了打磨。當然，我還是得先從 BP 說起。然後今天的3局比賽全部掏出了戰邊加譚野的組合，為什麼在 BP 方面裡這陣容會出現這麼大的變化？就是根據陣容來選擇不同的英雄吧，我們。根據陣容去做出選擇，而且我發現 BP 順序上也變了，發現今天這3場比賽呢，都是給你後手拿到了 counter 位，然後這又是怎麼樣的 BP 思路呢？可能可以比較喜歡我吧，然後讓我後出英雄。是的，康平路的对抗路都喜歡你，而且在局內也非常的針對你。當然了，今天說一下第一局裡的芈月呀，然後芈月拿出來的時候，當時是為什麼會選擇拿他去 counter 對面的龍虎雙邊？芈月打雙邊也比較好打吧，他們手很短。然後说到你的局內啊，就是在局內前8分鐘的時候，我發現你有一個細節，芈月並沒有先去帶線，而是先和隊友去反野，然後呢再去清這個後線，然後呢這樣是一個怎樣的局內思路呢？就是在打節奏吧。打節奏，而且也是顧及到了團隊。然後再聊聊你的司空陣啊，司空陣的那一局11分鐘有一個非常不錯的繞後團，然後在繞後的時候，在你的單邊視野裡，你是怎麼抓到那一個機會的？那不我們經濟領先，然後對面要出來拼，就是想着把對面全部殺掉就好了。抓住了對面都在河道漏了視野的信息是嗎？OK， 然後再聊聊你的關羽啊，這關羽當時我們所有人都很驚訝，4分30秒的時候怎麼出現在了對面的高地？那不我去送了一個吧。但是話又說回來了，正是因為你的露頭，也讓隊友在反野上找到了機會。然後接下来在7分鐘，你是有一波繞側的團戰，然後又到了10分鐘之前又有個繞後。這2波團裡邊，你哪波到現在為止印象是最深刻的？能回憶一下其中的一個波嗎？後面2波團感覺都還好吧，就那波高地斷線印象挺深刻的。然後通過這個兵線的運營找到了機會。當然，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前天是青青的生日，在這裡呢也要祝青青選手生日快樂。那也可以分享一下，在這一段時間裡邊，青青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收穫更多的是賽場的經驗吧，然後還有隊友，然後兄弟們的陪伴。隊友們的陪伴，還有自己的沉澱。那在未來的日子裡，你會以怎樣的心態去迎接一切未知的挑戰？未來的話就是享受比賽吧，然後在賽場上綻放自己。绽放自己，勇敢小馬，只管狂奔，一往無前。也是再次感謝青青選手接受採訪，也讓我們把時間交給評論席。我們評論席也祝小馬生日快樂，因為小馬的生日是在6月26號，前天，今天是他們的生日戰，所以這場呢有非常多支持和喜歡青青的朋友們來到現場去觀看這場比賽。那今天小馬的狀態也很好，用一場漂亮的3-0給大家帶來一場這樣的比賽，應該是還會有生日一些慶祝環節，我猜。當然了，今天的這個我發現狼隊下面的這個觀眾朋友們啊，聽到青青講話的時候特別的安靜。聽完了之後還有互動環節，還真是特別團隊啊，還有互動環節捧哏啊，真的是会喜歡的。那今天的這個狀態也給大家更多的信心了。畢竟在這個賽季能感覺到，重慶狼隊想延續上個賽季的那個勁兒，我覺得是有這種感覺的。對，因為他今天的3局展現出來，依舊是前中期出優，出優了他穩，還能終結。對的，就把可能看似有問題一點點給彌補掉了。但是反觀我們現在說這個 WST 確實為這些小伙伴感覺有點擔憂了。一個是組別，
這個確實是沒辦法啊，的抽籤這件事情嘛。另外一點就是他们在打的过程当中，好像对自己也产生了一些质疑。他们首先在各个主场走了一圈，你也知道走这一圈，那实际上你能听到的声音大部分来自于对手。这种场外的压力会给到一些新选手，尤其是在这么大的场馆里打的新选手，莫大的压力，怎么去化解它，其实是有难度的。我记得早年间也跟我讲过，刚开始打比赛的时候，其实会很紧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这种状态，是吧？我记得我刚开始就是打比赛的时候，就是队友和那个教练不说，我自己都没发现，说我吃香蕉手在抖，对吧？你看这个就是你无法感知到的一些细节动作，可能有一些动作早点自己也都还不记得。就他在接受完我的采访下去的时候，他那个麦克风上全是汗，对，这个也是真的緊張，他可能也不知道，但是他很真诚的在場上全心全意的付出。我也希望我們的這個剛上的 K 標選手能快速有一個適應賽場的這樣的一個過程吧。就希望 WST 的選手要把心態給調整好啊，因為之前其實分組一出來，他們是自己心裡也比較清楚。我覺得你在3組你就好好學習。以學習為主，然後找到自己的一個很適合的風格和方式，肯定會在第2輪會有幫助的。而且我覺得對於教練組來講，也需要帶領大家去做好管理，做好預期。因為在第1輪，你現在更多的可能是跟這些強隊交手去碰，那可能目標會放在第2輪，要放在哪個位置，怎麼去把東西放的這個成績打得更好。對的。因為一開始他們在 K 亞的成績可太好了，現在要學會去慢慢接受失敗，這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是的。好了，那現場採訪準備繼續了，把時間交給月月。這裡是賽後採訪，我是月月，也是讓我們歡迎蒙元來接受採訪，打個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WST 蒙元。歡迎蒙元啊！其實，在經過了4場比賽之後，大家目前對於 KPL 聯賽的適應程度做得怎麼樣啊？適應呢還可以，就強度有點高。然後其實，在這一階段打下來，大家取得最大的進步出現在哪裡？感覺心態有點進步吧。在心態上，尤其是在面對逆風局的處理。我們來聊一下今天的比賽啊。其實，在已知重慶狼隊會在前6分鐘瘋狂進攻反野的情況下，大家在今天賽前的時候都做了哪些布置？都是正常打的，沒有什麼布置。就是按照正常的思路來。而且呢，當隊伍逆風的時候，發現你們報5-0團報得非常果斷。然後呢，大家平時是在訓練的時候是如何做團戰執行的呢？團戰就聽野輔指揮吧。野輔指揮給到你們一些局內思路。然後再說一下第1局啊，看到蒙元當時有一個單殺的操作，能回憶一下當時你是怎麼找到機會完成擊殺的？當時前置戈亞狀態就已經不好了，然後就正好找了個機會。利用狀態差找到了優勢。然後呢，在日常訓練的時候，那平時袁熙教練會怎麼鍛鍊你們的進攻性呢？就放開了打逆風，也要出去找機會。逆風敢打找機會。然後再說到了艾琳的那一局，我看到你是搶到了黑暗暴君，然後還能不能回憶起當時搶龍的細節呀？當時就能 A 到誰對誰，然後就運氣好吧。然後就是抓住了龍的血線，並且把龍搶下來了。然後在下周呢，你們也將對戰到 KSG， 這也是你們在第1階段的最後一場比賽了。那在這幾天的休賽期裡面，大家會重點去優化哪些問題呢？應該要優化前期的對抗。前期的對抗一定要加強，我們也是相信蒙元，相信 WST。OK， 賽後採訪告一段落，也讓我們把時間交回給英台。現場的觀眾朋友們也是不吝嗇自己的這個鼓勵，也都紛紛送上了加油，希望能夠在更快的速度上去適應 KPL 的賽場。當然了，這場比賽裡面也不乏剛才主持人提到的他們身上的一些高光、一些亮點，對吧？我希望能夠把自己的這些優勢保持住。那我們重新來看今天的第3局的比賽，其實這一局是狼隊打得最果斷的一局。因為他的進攻速率，對，從前期開始吧。對，因為是先是上路的一波對關羽的越塔，但是被反制了，因為支援的速度非常快。這把關羽在狼隊這裡的傷害是最高的，因為打得太快了。對，他後面幾波團戰的話，就是 AOE 拉得比較滿。對的，一次性打好幾個。主要是他跟信兩個人的輪流繞後，畫面感太足了。你看，這基本上是每一項都有，很全面。除了控制時長，因為曹操有減速嘛，然後在這裡入侵時長85秒，
从青青第一波的上路断线，然后让队友能够去反到那个红开时，这个野区就一直控制。这直接住对面野区了。对啊，这把比赛才多长时间？你看他們在野區裡待這麼久，基本上就是隨時隨地沒事幹去巡視一圈看一看。而且狼隊是看到你只要過來想守啊，稍微過來一點，他就會求戰。是啊。這把新的蘇烈也是多次的強行開團，包括你看他的視野價值給的也很好，基本上全隊都會站在對面的野區裡了。是的，來看下本局的 iQOO MVP 給到了青青。關羽在今天自己的生日戰當中收穫了本賽季自己的第一個 MVP。對吧？關羽的繞後，尤其是在那波紅區一直追，打得特別的深。那一刀還劈了3個，讓隊友有個收割的環境。哎，啊，這就是第一波。對，一個人拉扯了4個人，騙了挺多技能的。對的，當時看我感覺 WST 也並沒有特別的果斷，對，稍微慢了一點交的那些閃現。這一波真是操作起來了，剛才。這波先點燈，順帶開個團。然後再進場才2人，主要是這再控制一刀整合打3個，啊，隊友迅速跟上。好，再看看關羽這邊再繞一個大圈，已經提前看到視野了，隊友也在給視野。就當時關羽繞到這的時候，就感覺這波團已經要贏了。這上級視角看，跟鬼一樣。對，所以我就第2把看，我就感覺像個恐怖故事。就是你明明知道他會繞後，其實你有點預警，但是你就是不知道他從哪裡出來。哎，那出來的那一刻突然就釋懷了。而且你看他們的前置量很多，對吧？有海月的拉扯。好了，我們也準備了語音回放，一起來聽聽看吧。踢完了，紅拿了，把中間了，哎，中間弄兄弟，我拉曹操啊！你看我拉，我你們逼逼了，可以來守他兄弟，來逼死，拉到，拉，看位置，打到了，1v1，我要了，追條蹲草，哎，讓我賣，沒火，能看見，好了，沒到，來，你的，好贏兄弟，沒封，阿古的，跟阿古的，沒封，曹，能看，來，熬贏，頂了，啊，一沒上，我先打，我再看你，曹到死。一波沒，啊，一波不了，把資源都收了。在上面炒。我先在我的等我來，等我。殺人，直接打人，來跟我。曹，我能講，看數點。過了，我在曹，聽到了。過了。我拉曹了。我拉曹了。熬贏，能追嗎？能追熬贏。哎，中間送一個唄，兄弟。來守曹。行。那我去守曹了，我就在線了，我就在線了，準備一波，給他殺人，來中了一波，別打，別打，Master。